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作者书野，故事马上开始。李煜走出休息室，关上门，手下上前。李哥，您有什么吩咐？你们在这守好了门，我有事快去快回。是。于是李煜迅速迈开步子，准备穿过舞池中央。音乐震动耳膜，头顶的激光束和频闪灯扫过他紧蹙的眉心和深不见底的眼眸。他肩膀擦过无数扭动着、尖叫着的衣着暴露的男男女女，这多少拖慢了他的行进速度。总算来到了舞池的另一边，他没有浪费时间在电梯上，而是直接冲向楼梯，跑到外面。夜风灌入他的西装，他气喘吁吁，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喂，小厮，听着，上次你给我推荐的人，老大现在要看，你立刻马上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人给我带过来。李煜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现在吗？李哥，不是我不想，是那小子他根本没有固定的住址。电话里小厮的声音充满了推脱。合着你给我找了个乞丐？他不是乞丐，还是个大学生呢，就是跟父母出柜后被家里赶出来，来我们店应聘，打了几天工，陪了几天课，结果……别给我扯东扯西的，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要人。我现在给你2个小时时间，就2个小时，2个小时后不见人，你老婆就等着给你收尸吧。李哥，2个小时来不及啊！李哥，多宽限点时间！李哥。李煜直接挂了电话，低咒一声：“没用的东西。”2个小时后，俱乐部休息室内，魏潇拿起打火机，点了一支烟，烟雾在冷光中缭绕上升。他目光沉沉，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双手被绑在身后，跪在地上，低着头，齐肩的头发垂落下来。李煜恭敬地站在魏潇身边，内心揣测不安。老大半天没说话了，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魏潇吸了一口烟，面前的年轻人表情不明所以，偶尔抬眸，用一种隐晦而不服气的眼神瞥一眼魏潇，然后很快又垂下头。魏潇扬起下巴，吐了一口烟。给他松开。李煜给旁边的手下快速使了个眼色，手下人立刻上前给年轻人松绑。年轻人松开束缚后没有站起，只是手握住自己的手腕，慢慢地揉着。是有几分像，但是离8分还是有点距离的。魏潇边打量边说，目光斜睨了一眼李煜。李煜立刻躬身：“是，对不起老大，是我眼拙了。”你叫什么名字？魏潇问。年轻人不说话，只是继续揉着自己的手腕。他前面的头发挡住半边脸，头发后面不服气的眼神若隐若现。魏爷跟你说话呢，哑巴吗？魏潇抬手示意李煜停。你过来。魏潇命令。那个年轻人没动。你过来。魏潇的声音提高了些许，带着不耐烦的压迫感。年轻人看了一眼旁边的李煜，李煜眼神示意他，让他务必听话。年轻人这才跪着挪了过来。魏潇摊开一只手，语气不容置疑：“把手拿过来。”年轻人半信半疑地将手伸了过去，放在魏潇摊开的掌心上。魏潇低头看了看这只手，除了手腕上被勒出的红痕，掌心里还有几处磨破的伤口，而且是旧伤加新伤。疼吗？不疼。年轻人的回答硬邦邦的。魏潇抬眸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伸手把他额前的刘海往后捋过去，然后再次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乍看过去确实很像林阮清，但慢慢的看，仔细的看，却越看越不像。想到这儿，一丝失望闪过魏潇眼底，他毫不客气地松开年轻人的头发，也放开了他的手，身体倚向沙发后面，和年轻人拉开了距离。听说你在找工作，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在这里。年轻人没有回答。李煜在旁边冷声提醒：“魏爷给你介绍工作，不知道说声谢谢啊。”谢谢。年轻人口气很随意。你可以出去了。魏潇说着，抬手抽了一口烟。带下去。年轻人被手下带了下去。李煜心里松了口气。老大把他留下，那就是满意的意思了。沈氏集团办公楼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林阮清依然奋斗在工位上，键盘声密集，手不停地打着字。沈之恒从办公室走了出来，站在林阮清身后，轻声问道：“怎么样了？”“快好了，再有半个小时吧。”“那你好了就来办公室找我。”“好。”
敲门声响，林阮清拿着打印好的报告走进了沈之恒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光线主要来自于沈之恒办公桌上那盏造型简洁的冷白色工作灯，整个空间的气氛有些压抑。林阮清走上前，把文件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沈之恒抬手拿起文件，低着头认真地看着，被下意识靠在办公椅上。林阮清站在一旁，侧头看向窗外，巨大的落地窗外已是深沉的夜色，城市璀璨的霓虹灯火像遥远的星河。沈之恒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吸引了林阮清的注意力。他转过头，欣赏着面前的人。沈之恒的指尖修长而有力，眉宇微微蹙起，眼神沉静如海。他贪恋地看着沈之恒专注时的侧脸，侧脸的轮廓在冷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愈发立体、深邃而英挺。沈之恒的目光终于从文件中抬起，他看向一旁的林阮清。这个古韵基金是？这是一个国际私人非盈利文化机构，目前是梁之远负责这块，他已经联系了他们，对老城区独特的历史建筑和非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将老城区项目中所有关于古建筑修缮、文化交流等纯保育部分单独的剥离了出来，重新拟定了一个文化特项专案。文件里标明了预期的数额，沈总，你看看。一旦古韵基金同意注资，这笔资金将专款专用，直接用于文化保护。沈之恒再次看向手里的文件，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们提出的建议都非常专业和到位，告诉你的组员做得很好。接下来把这个报告细化，加到老城区的整体方案里。好的，沈总。沈之恒放下文件。好了，到饭点了。为了奖励你这个出色的组长，我一会儿请你吃麻辣小龙虾，怎么样？沈之恒抬头，嘴角噙着笑意，捏着下巴说道：地点你定。真的？好啊，正好带你去一个地方尝尝，你吃过后绝对会让你终身难忘。沈之恒轻笑。上班的时候一丝不苟，放松的时候就像个孩子，难怪跟沈晓那么合得来。你过来。干嘛？不去。还是赶快去吃饭吧，沈之恒，我饿了。你过来。沈之恒的语气缓和了些。不去。沈之恒，我知道你要干嘛。哦，我们正式交往的时间不长，就这么了解我了？那怎么可能？林阮清说着，步子却慢慢移了过去。但沈之恒突然站了起来，抬手整理了一下袖口。算了，我也饿了，走吧。他将林阮清晾在了一边，走到门口，手握着门把手，回头瞥了林阮清一眼。走啊，不是说饿了吗？林阮清在心里暗自腹诽。刚才说要我过去，最后我走过去了，又说不要了，这是几个意思？巴总就是巴总，让你猜到他怎么想的，那才怪。哦，来了。林阮清拖着步子跟了上去。